陈财务你好，哎，你好，您带的什么器物呀？家里人买的这一对龟，不知道是真的假的，卖的贵不贵呀？也还蛮贵的。哎呀，今天见到好东西了哦！这种器型非常少见，有龟出土的有，但是龟壳很少。没见过，那是个看上去好东西。应该是秀玉，雕工都显得非常古朴，这个富甲一方吧，应该是这个意思啊。哦，对，哎呀，说的太好了。这种龟壳呢，因为存世量比较少，市面上非常罕见的，普通藏家手里根本没有。从这个文化期到商周时期，都有这种龟壳的造型。就是有据可考的，红山文化出土一个龟壳，那个比较大一点。那么商代就是安阳一区也出土过龟壳成对的。商代的造型呢，出土的龟壳形状跟这个一模一样。那么我们知道龟壳在商代啊，它是用来占卜的。国家大事在祀与戎，祀呢就是祭祀，戎呢就是战争。商代的用龟甲占卜，它更相当于一种礼器的存在。那么到底是不是商代的呢？我们来仔细看一看啊。这个首先造型来说啊，它符合商代的造型。那么工痕来说呢，它又符合商代这种戳墨的工痕，而且呢，在工痕的上面的一层呢，都有氧化层的。这个氧化层呢，你看起来是柔和的光，是一种自然氧化形成的光。那么，并且呢，在这个龟壳上面啊，有附着物，附着物的这个位置上呢，还有一些侵蚀坑，而且呢，整个这个孔道做的呢非常好。从侧面来看啊，里边是有氧化层的、侵蚀坑的。所以说，这一对龟壳呢，是一件商代、道代的珍品。这个我们知道啊，应该这种器物呢，单个的偶尔会有出现的，在拍卖行啊，大概是在70万以上的。那么这成对的呢，就远远1加1大于2了。给您估一个价，就是100到120之间。生意非常好，好，恭喜您，谢谢。送上我们华谊这边的收藏证书，恭喜您。谢谢啊。毕老师你好，哎，你好，请你帮我看看这个豹纹炉。这个炉子确实啊，这身上斑点像豹纹一样，这怎么来的？市场上买的，2、3万块钱吧。2、3万，你认为这什么时期的？就是我也不怎么懂啊，我鉴定一下，看这个东西值不值钱。对它不了解，就舍得花2、3万去买。我觉得这个图案比较炫目，比较特殊一点，喜欢这种颜色。像豹纹一样啊，大家都喜欢豹纹是吧？那这个炉形呢是很小巧的，撒金豹纹的这种状态很有特色，而且这个炉子年份也很有特色。那首先我们来看您的这个炉子，这我们所说的铜它是呼吸的，因为你只要把它放在那儿或使用一段时间之后，它就会进行一种氧化的改变，出现一种温润的光泽或者呢一些色泽的变化，所以这铜是会呼吸的。那您的这个呢是整个氧化呢非常的润泽，有这一层很温润的光泽油光，所以这个氧化是非常自然的。另外，您的这个炉子啊，内膛的氧化是特别重要的。在使用过程中，里边呢，它是因为常常放香灰的，所以呢，放香灰地方，它的一个氧化的情况呢是比较干涩。口沿的这个地方啊，它是和空气接触的，所以它的氧化呢会很润，所以会有2个不同的氧化层次。所以您的这个炉这个地方的氧化是很到位的。而且呢，再加上您的这个炉子整个炉形线条感呢非常流畅，鼓腹的地方呢很饱满，所以这个炉形呢也是没有问题的。还有呢，就底部的这种磨损啊，就过渡很自然，所以呢，这个炉子是很开门的一个老炉子。但是到什么时期呢？明代的炉子，铜炉做好以后呢，在上面上刀修，用刀呢修出了这个款。但是呢，清代的炉子呢是用冲压的，就是在蜡样上面呢用一个章盖好了印章，往上一摁，这款就出来了。这个刻的和冲压的总有一个时间的节点，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冲压呢？从清代雍正年间开始出现冲压，但您的这个啊，它的款呢是一个刀刻款。所以这个年份呢一定早于雍正以前。炉形呢是很典型的一个清代炉形，到不了明代，但是呢款呢又是一个刀刻款，所以这个炉子呢它的时间呢很明确的可以确定到什么呢？康熙时期。所以您的这个炉子呢就是康熙时期的一个炉子，很开门，所以非常恭喜你。老师，看这个价格的话是多少钱？因为这个炉子很小，而且呢，这种现在喜欢小炉的人非常多，再加上您这个炉子炉型很规则，年份呢又比较好，所以呢，给它的一个市场价格呢在4到5万元。那我还算捡了一个小漏。
来，恭喜你啊，得到一个华宇之门的收藏证书。好，谢谢。这是家里老人留下的一个砚台，听说博物馆也有。哦，博物馆也有。哦，你这方砚台还有特色啊！上面一道菊花，这是湖南浏阳的菊花石砚台。在乾隆年间，一个农民筑坝的时候，在河里捞了一块菊花石的石头，就是叫人又做成砚台，传给朋友看，朋友非常喜欢。一度这种石头了，还送到京城作为贡品。戊戌变法的六君子谭嗣同，他是浏阳人，非常喜欢菊花石，自诩菊花石之影。这盒子看上去非常老道啊，砚台呢呈自然的形状。这个砚台利用了石头的一个孔，做了个墨池啊。这种菊花石呢，出没3日不干。你这方砚台呢是清代嘉道年间的嘉道清中期的砚台是真的，没问题。老师，这个砚台的这个价值，这种菊花石砚台呢，现在存世量非常少，所以呢价格有点偏高。虽然它是随行了，菊花石砚台都是随行的市场价了应该在2万左右。哇，高兴了谢谢老师。在文物商店，静安市的文物商店。在文物商店买的。还有发票。90几年了，可能发了7000多。花7000多。知道这个造型是什么时期的造型吗？我不太懂骆驼上面是带的有驼包，表达是丝绸之路的商贸的繁盛。带驼包的这个骆驼呢，这种站姿的，它就是表现的是唐代丝绸之路文化的工艺品。那么那个时期呢，它没有这种青釉。这种青釉呢是天青色的釉质，汝窑的釉质品种，宋代5大名窑的汝窑，青瓷吧。也就是说它表达的这个釉质呢是宋代出现的汝窑的釉质，而表达的造型呢是唐代这个时期的丝路文化的造型。底部呈现出来的这个特征呢，什么特征呢？人为故意的做了旧的。为什么要做旧呢？要让你相信这东西是老的，它是一个仿古的工艺品。来，高老师，我还有一件，来看一下。这件东西当什么买？一个朋友我过生日的时候送的。首先呢，就是说我跟你说一下它的品种，你就斟酌一下啊。满釉炙烧工艺的青釉，先青釉，满釉炙烧工艺的。这什么品种呢？这是宋代的5大名窑汝窑的工艺特征。它的上面出现了什么呢？出现了童子描金的这种图案。那么在宋代这个时期的汝窑是没有这种工艺的。另外底部呈现出来的凤华2个字是凤华殿的这个落款，就他想极力的表达这东西是宋代传下来的汝窑宫廷里面的用词。但是呢，这些信息叫画蛇添足。整个文化信息是错乱的，它是现代的仿汝窑工艺的一个仿物工艺品。这产品呢，啥时候生产的呢？差不多90年代末期生产的。湖南省盐务处，哪儿来着？这是以前在部队的时候一个老领导送的。这个盐务处呢，是民国的，跟部队呢确实有关系。盐务处呢是全省最肥的培训，在民国时期也最有权势，军政合一。这枚圣章呢做工非常精，表面呢不应该叫鎏金，叫镀金。一枚民国的证章，价值呢这个很难说，这个见的比较少，我认为最少要几千块。高老师经常逛电视，比电视还要年轻。表扬我了。你拿这个生吊炉了？看也不要。家里传的还是买的？这个是陶的。什么时候陶的？我有10多年了。这个炉子呢是冲天耳炉，炉子呢包浆看上去非常自然。底款呢文字看上去也比较精神，内堂挺自然。炉子呢是对的，是真的，清晚期的。
但是这种炉子呢，个头也比较小，做工呢也不是特别精，市场价应该在4、5千块。来，放下。这件紫砂壶呢，从波江看，它人为塑就的痕迹比较明显，而且砂呢不是宜兴的那种正规的锻泥啊，砂也不对啊，这新仿的。像这种塑旧壶呢，搞了很多就是化学原料在里面，喝了以后呢，用了它以后呢，容易致癌，最好不要用。小女孩长得这么漂亮，今天带了什么画知不知道啊？我爸爸还在外面淘了一个画，然后想过来看一下是不是真的。我之前把这画给我朋友看过，让他们说有点像李逵，我妈妈又说长得有点像鲁智深。其实画人物绘画呀，特别是我们中国的人物绘画，有的呢完全的是写实写生的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有模特，比如说我画陆羽、画李太白，那他有真实人物，我们就画他。但是有一些人物呢，我们完全是怎么的？就是来通过历史的故事和传承有序的书籍来表现它。你像很多的神仙人物啦，这张画首先一打开啊，画这个人物啊，手指啊捏着须，头上呢戴着一个束带。那个束带上面带一个什么红色的一个宝石那样状态的，是一个帽型。这个帽型很特殊，它不像常人用的，像以前的束带在后边系着头发。那么呢，这个束带在头上，同时你再看一下他面容这个眉毛都很长，对不对？头发很少，对吧？完了，身体来看呢，整体的上身应该说什么很魁梧。再看下边，墨气也很浑厚画的表现的是一个坐姿状态，手掌能看着骨骼结构非常的粗壮，画的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个题材，就是钟馗造像。大家经常看呢，钟馗是红袍子持剑因为他驱鬼嘛，纳福道教的一个神像。这位画家画的有意思，为什么有意思呢？他把这个常态的比较凶的把它画得很祥和，而且还很搞笑。你看他这个动作是不是很潇洒呀？用现在来说很有意思。那么一提起钟馗画呢，我们多聊两句你肯定知道这个端午节过这种节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我们南方有赛龙舟还有吃粽子，对不对？有这些习俗。还有一种习俗也非常重要，就是挂钟馗画为什么要挂钟馗画呢？就是这个时候是阴历的5月，我们要驱五毒还有呢驱邪避痢保安他家里安康的意思。我不知道你研不研究这落款是谁画的呀，小女孩？不太清楚上面落款呢写的是一乐也，一乐就是快乐一笑的意思。正好呼应了这人物钟馗像的这种状态。那么好了，落款上面有漓江雨画于北京。这漓江雨是谁呢？我不了解。那么漓江雨呢，指的是他的字号名。那么原名叫陆俊，指的是陆天恩。他呢是我们广西南宁人，画人物画、山水画，特别是人物画，专门画钟馗。大写意钟馗非常的洒脱明快，线条也比较憨厚用线用墨呢也比较讲究。另外呢也画山水画。那么这一块呢印章呢也是漓江雨。那么整体来看呢，这个墨色气息笔墨都符合这个漓江雨陆俊的风格。那么呢我的判断结论是，这张画是漓江雨陆俊的真迹。我想问问您当时花了多少钱买到的？9万块钱吧。价格还算合适，像这样的40整张的吧，8平方尺在市场上表现8到10万块。